我叫仙女，去年的时候我还叫小仙女，今年已经过30了，再过20年之后就应该叫仙姑了。我目前是一个 IT 程序员，在北京工作。性取向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才知道，当时我们班就4个女生，不够我玩了都，只能跟男生玩了。后来发现喜欢上我室友了，崇拜多一点，就感觉这个人成绩也一般吧，然后特别会处人际关系，和老师，然后社管什么都处得特别好。当时就是感觉可以被他罩着，然后跟他在一块很有安全感，他照顾我也挺多的。结果就是他拒绝我了，而且拒绝我了好多次。我俩一个宿舍的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总是动不动就是出来这么一句，然后整得他好尴尬。然后后来他就是有点生气了，就跟我说：“你喜欢我没关系，但是你不要妨碍到我。”这是从喜欢他那阵开始的。之前接触过这个词儿，但是脑子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感觉喜欢他了之后，然后就在网上查各种资料，然后后来那时候逛 gay 吧，然后做心理测试，自己是不是 gay。我觉得我那阵我就花了1-2个月的时间。从小到大就一直习惯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然后所以我接受我自己是 gay 的时候也没有特别费劲。我小时候我们家所有的重点就在我身上的重点都放在一件事上，就是吃饭，超级厌食。我妈是用小勺喂到11岁，一勺一勺喂的，然后每次吃饭必须得讲故事，然后把注意力放到故事上，然后才可以把饭咽下去，要不饭到嗓子就恶心了。生理性厌食是看过是缺锌缺钙太多，在我们屯子里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是个新词儿，从来没听说过，所以家里就把我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吃饭上，就是其他东西从来不管，长个还是长高高什么的都不管。别人家孩子就是7岁8岁，不管几岁都是整天在墙头上待着的时候，我就是跟炕上坐着一动不动，给一张纸能玩半天。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是觉得和别人不一样，没有什么压力，就是不一样就不一样呗，反正又不是吃饭，我就完全接受了自己，发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没什么不好。我的穿衣的自由风格是起源于我习惯了和别人不一样。喜欢汉服的一个原因就是也是《红楼梦》的关系。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看《红楼梦》，当时家里也是反对不让看。通过《红楼梦》，然后喜欢汉文化，然后汉文化的包装汉服，然后这是上学了之后才开始喜欢的。第一次是用奖学金300块钱买了一身，一开始穿的时候只敢试在宿舍试一下，然后我一个室友看了我一眼跟我说：“你要是敢穿出去，我请你吃饭。”本来不太敢的，他这么说之后我倒是想试试啊，然后我就拿着壶穿汉服去打水去了。然后我穿完回来的时候，我室友就给了我5块钱。那是我第一次穿汉服，然后就挣了一个煎饼果子。从那之后也是有点怵得慌，然后就是看着人也不敢打招呼，但是也不能低头，只能抬着头45度仰望天空。所以现在我有时候就是一个习惯不是很好，比较喜欢仰头。穿一天汉服，晚上到宿舍躺床的时候特别累，脖子还有那个腰，就是还有表情，脸也是僵的，因为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偷拍。当时我也是觉得意义非凡。当时是13年14年，然后那时候穿汉服还是很少。当时我们的那个汉服的一个宗旨就是华夏复兴，衣冠先行，始于衣冠，达于博远。如果把这个东西想普遍出来，让大家都接受，那么从自身做起，影响身边的人。同性恋和汉服，当时我就是从我们宿舍开始跟他们科普。当时知道汉服这个东西都是特别少的，当时我穿汉服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小城市丹东，然后隔岸就是朝鲜族特别多，所以很多人都会问你这个是鲜族的服装吗？然后当时我就会很耐心的跟他们说，这是我们汉族人自己的服装。穿汉服和同性恋这个事儿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东西你科普，就是有更多的人敢站出来，敢科普了之后，接受度也会变高。我就差是把同性恋写脸上了。当然现在呢，知道汉服的人比较多了，但是知道同性恋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出柜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更方便，
其实也是为了提高国民的认知度，他们都是一些很真实的人，也需要平等的权利。如果每个人出柜的话，首先你要把自己内心建设好。当别人因为你同性恋的身份对你的眼光是歧视的时候，要勇敢的把腰背挺直，用眼光告诉他们，这个不是错误，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是你目光短浅了。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本来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完全不接受，我跟家里也说过，完全不愿意承认。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都是年轻人，然后在告诉我爸妈之前让我姐先知道的，后来倒是省着我说了，我姐跟我爸妈说的，然后这块我就觉得特别失误。我跟我姐说了之后，我姐觉得它是个问题啊，她觉得天塌了，然后她回家的时候跟我爸妈一把鼻涕的一把泪的啊，给他们俩吓够呛。过了1周，然后我回家了，我妈头发白了一半，然后我爸本来就是110来斤，然后是这1周他瘦了10多斤。我亲眼见的，之前我就有过思想准备，如果说就是拿1块闹三上吊这种来跟我说的话，如果你不结婚怎么着的，然后我就死给你看，那你就死呗，我就是不怕你的。然后后来我发现人家这是来真的，也不是这真的就是再拖一阵的话，可能真的2个人就都会没了。我们农村那边就有很多就是40来岁的那种，就是家里有一点点事儿，然后解决不了，然后上火，然后2个月之后就各种癌晚期，然后人就没了。就我父母就那个年龄，我一直都是想让他们知道的。我从开始知道我自己是 gay 开始，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给家里铺垫同性恋这个词儿。当时那个有2个电视剧，一个是卫子夫的老公汉武帝，然后有男宠，电视演的时候就跟我妈说，然后这个男宠然后后来被太后给杀了，然后我说他们俩是真爱，我妈都表示很理解。我妈就是对着电视机点头就是他们2个是真爱，然后原来这个太子妃原来是小三这种。然后那个时候我妈跟我讲，然后他们老一辈的一种婚姻制度叫指腹为婚，就是说两家大人在同时怀孕的时候，然后我们方言叫子多嘎亲，然后这如果生下来2个都是男孩，然后他们结拜兄弟；2个都是女孩就拜干姊妹。如果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让他们结为夫妻。我说现在不这样了，2个都是男孩，让他们做2口子。就是给我的感觉，当时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然后我觉得他们接受的话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对他们就是想的太少了。听过很多那种出柜的案例，就是跟他们说了之后，然后家里就是我早就知道啊这种的对啊，然后我之前也是铺垫过很多，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是可以做到我早就知道了这种状态，完全不可能的。现在就是父母岁数也大了，然后我在这边我就北京混的也挺好的，然后就北京的薪资对于我老家那边来说就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所以就是我妈也算是母凭子贵了。男人在外面打拼主要是事业展示给女人看的，女人就是崇拜有事业的男人，我妈也一样，就挣的多了一点，然后也就算是有底气了。刚来北京的时候就是工资比较低嘛，后来就是换工作了，主要是涨了点工资，然后我妈就特别高兴。后来有一次公司聚餐的时候，然后喝多了，然后正好我妈给我打视频，然后我就故意的反正也是半借着酒劲儿，也是跟我妈说，我就说在外面混的挺累的，挺不容易的而且我最近刚升职加薪，我感觉我还挺好的，我又没给你要钱，没让你给我还赌债，我也没说给你生一堆孙子让你哄，我也没说好几个媳妇儿让你给我摆平烂摊子。我说你还要啥？第2天就等我酒醒了，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妈也知道你在外面挺累的，你自己过好就行了，妈也不要你什么。然后当时我妈和我爸一起在这个镜头里，然后他们俩都是没动静的。昨天你说的我们俩也想了一下，确实你这样挺好的，你又不跟家里要钱，你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你这样就行，挺好的。我妈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妹妹，我大姨就我妈她姐的儿子欠了60万的赌债，然后我大姨挣钱给还上的。其实我们那边有很多过得特别不好的例子，
然后跟他们讲明白了之后，他们发现其实我还挺好的。我是相信他们以后也是会接受的，但是不是现在，他们也需要时间。如果重新来过的话，我会准备更充分一点，然后我自己要亲自说。当时我姐是特别反对的，然后所以对我妈她脑子里的第一反应也是跟着一样反对的。从一开始我就跟我爸妈说，这个事儿没什么，都是小事儿，做更多的功课。同时也不要对家里抱有太大的期望，毕竟都是很传统的人。